有个暴论，你手里99%的 App 都已经过时了，它们都应该被 AI 干掉。重做一遍，这些 App 就像一个功能固定的工具箱，它有啥你就用啥，想要的对不起，等下个版本。所以今天介绍4款真正的 AI First 应用，先看效果，以后在任何购物网站选择它，所有我关心的信息它就全部给我抓出来了，航班信息、账单、工作任务，所有需要你处理的事情，它都会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阅读时你也可以随时划重点，还可以直接让 AI 帮你总结、翻译，甚至直接生成一段分享到社交媒体的文案。如果你懒得看，就让它生成播客，把一些比较抽象的内容通过2位主持人的对话说出来，会让你更好的理解。我们先从干掉浏览器开始，你平时上网是不是也跟我一样，看篇文章想查个资料就得先复制再放到其他地方搜，想买个东西在不同标签页来回切换，对比参数和用户评价，心里想要是有个人帮我总结对比就好了。但如果你的浏览器能读懂你打开的网页，甚至把整个互联网变成你的专属资料库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主角Deer，一个以 AI 为核心的浏览器。他要干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让你告别刚才那些反人类的操作。在看文章的时候遇到不懂的地方，直接打开侧边栏问他这是啥，或者让他解释某一段的文字，直接划线就行。觉得内容太多，或者遇到一些英文网站，让他总结一下，重点立刻给你列出来。看视频也一样，语音内容直接转成文字摘要和重点，以后看教程再也不用手动记笔记了，还能一边看一边提问，就像你硬盘里那位熟悉的家庭教师。而且你完全不用担心它的智商，背后是 ChatGPT 和谷歌最新的 Gemini 模型库比某些 UP 主更新的还快。这时候肯定有人会说了，这不就是随便一个 AI 插件也能行吗？问得好，但你家的插件能帮你跨服聊天吗？Deer厉害就厉害在，它不只可以针对单个网页，它还能对你打开的所有网页，甚至是浏览记录、本地文件的内容进行梳理。比如我最近研究机械键盘，开了 N 个测评页，乱七八糟。现在我直接问他，帮我总结文中所有键盘的优缺点，一下就出来了。详细介绍下第一款，根本不用我再回头去找，指哪打哪，这才是浏览器该有的样子。只要是过去1周你曾经打开的，它都能帮你记下来。比如我过去看了一些关于 MacBook 的文章，可就是想不起来了，也可以直接问他，他就会给你列出所有关于 MacBook 的文章、视频。你还可以在这些基础上继续问他，问到你满意为止。如果说跨服聊天是它的必杀技，那接下来这个功能会让它变成只属于你一个人的 AI 大脑，你可以调教它。像我这种懒人，提示词都懒得写，直接把总结商品信息、规格、用户评价设置成指令，以后在任何购物网站选择它，所有我关心的信息它就全部给我抓出来了。提示词我都放评论区了，有需要的欢迎自取。更绝的是，你可以让他知道你喜欢怎么看信息，他就会怎么呈现答案。写东西时用什么样的口吻和风格，写代码指定它的编程语言、代码格式规范等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些都会让你们越来越有默契。虽然说和一个 AI 有默契，听起来有点怪怪的，但用起来真的是香。当然，如果你觉得上面那些都太复杂，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当做一个免费不限次数的 ChatGPT 使用。打开就聊天，问问他今天天气怎么样，番茄炒蛋怎么做，简直是居家旅行必备良品。Deer用的是和 Chrome 一样的内核，上手没有任何门槛，大部分 Chrome 的插件都可以直接使用。还有就是 Deer 保留了前身 Arc 浏览器的侧边栏标签，也是特色之一。新版本里面还加入了左右分屏，类似 macOS 上的窗口分屏，你可以在一个标签里同时打开几个页面。要说缺点，Deer 目前仅有 macOS 版本，而且还处于仅限邀请的测试阶段。想提前上车的，可以在官网排队，或者如果你有 Arc 账号，也可以直接登录使用。想体验的话，可以留下你的评论，我会随机抽取5位小伙伴送出邀请码。还有，现在都2025年了，Deer 的配置和插件居然不能云同步，主要是你还有这个账号系统啊，这非常操蛋。不知道是不是我操作的问题，有知道的小伙伴评论区教我一下。总结一下，只要你用过 Deer， 我敢打包票，你会立刻把它设为默认浏览器，直接替换到 Chrome 或者 Safari。它不是多了个 AI 功能，它是一个能帮你干掉90%插件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题外话，我比较担心的是它的商业模式和护城河。你看，谷歌已经在 Chrome 中灰度加入了 Gemini，OpenAI 也出新闻说要出浏览器了，到时候Deer可能真的只是小众人群里面的自嗨了。我是 Gmail 的忠实用户，用了它10几年，甚至还拿过2015年的安全奖励，宝贵的2GB 啊！这么多年用下来， Gmail 功能是越来越多，但是它就是没有解决那个最要命的问题。
告诉我这堆邮件里哪些到底是正事，我下一步该干什么。每次打开邮箱，像是打开了个垃圾回收站，重要的信息全靠自己大海捞针。我一直在想，到底有没有一个工具能帮我自动筛选出那些真正重要的邮件。这时候 Philo 出现了，一个专门通过 AI 帮你自动处理邮件的客户端。它能自动识别并分类邮件，把它们分为重要、更新、营销3大类。工作邮件会进入到重要里，订阅的 newsletter、账单、航班信息、服务通知这些会进入到更新里。至于那些花里胡哨的触礁信息，则会全部关进到营销的小黑屋里。最贴心的是，只有重要邮件才会通知你，你再也不用担心他会把老板放假前一天叫你加班的邮件错误的归类到营销里，让你不幸错过那3倍的加班费。滚出去！每份邮件上都有 AI 总结的摘要，扫一眼就知道个大概，再决定要不要点进去看。比如这个 crossover 的促销邮件，优惠时间、优惠码直接给你拎出来，就问你买不买。但要我说，它真正的 Q Feature 是自动把邮件转化成待办事项，航班信息、账单、工作任务，所有需要你处理的事情，它都会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鼠标一上去还能看到正文，这里要是能再同步到日历里，那就完美了。回复邮件的时候，你只需要告诉他你的大概想法，他就会结合上下文自动组织语言帮你进行回复。如果忘了之前的细节，你还可以让他帮你找到以前相关的邮件或内容，再根据这些内容让他帮你回复。只要你有想法或者任何疑问，你就问他，然后再叫他干活。AI 提高生产力不是一句空话了。我的习惯是一天只处理1次邮件，所以我就会叫他帮我总结过去24小时内的邮件，告诉我哪些需要处理。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让他干活，针对某个类型的邮件，发件人进行归档、删除、标记等。比如帮我归档所有来自中国移动的邮件，他就会给你办得妥妥的。另外一个推荐大家一定要设置的就是自定义 AI， 告诉他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需要他怎么处理邮件，以及回复邮件采用什么样的口气，这样他就能用你的语气语调写信，并且更智能的识别重要的内容，简直就是你的嘴替。Philo 有 macOS 和 iOS 版本，支持多邮箱账户，不过目前只支持 Gmail。官方消息说后续会支持更多的邮件服务商。如果你的工作和日常像我一样非常依赖邮件，那真的一定要试一试，它可以帮你节省非常多的时间。用上它，你真的会有一种错觉 ，Gmail 团队这些年真的都在摸鱼啊。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大量的信息，公众号、视频网站、社交媒体、RSS 推送等等，大部分时间都是太长不看，或者点个收藏，幻想着自己有时间再慢慢研究。可实际就是这里收藏了一些，那里收藏了一些，想看的时候找不到，或者稍后读，最终等于永远不读。如果你也有这种信息囤积症，那 Qbox 就是你的解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超级加强版的稍后读和个人知识库。如果你用过 Pocket 或者 Instapaper， 那 Qbox 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魔法攻击。比如我在 Follow 会先扫一下标题，觉得有兴趣就点进去看一下 AI 概括，正文比较短就直接看完，比较长或者觉得有需要更多时间研究，就会把它发送到 Qbox。Qbox 为了实现无缝收集，支持主流平台的插件和浏览器扩展，还能直接转发微信消息进行保存，简直就是八卦收集的小能手。在设定好的时间里 ，Qbox 就会把今天这些稍后读的概括内容发送给我，强制我当日消化掉内容，不然这些稍后读就真的成了永远不读了。点开文章，它会去除广告和无关的元素，提供沉浸式的阅读体验，还可以自定义字体和主题，让你纯粹的享受阅读。同时，它还会为原始网页创造一个快照，解决某些链接突然404的问题。不过，这个功能对一些比较封闭的社交媒体，比如 X 和公众号，可能就不太好使了，只能采集到标题和正文部分，完整的文章你得跳转到原地址。Qbox 会对收藏的文章自动生成快读和关键问题，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内容，甚至可以针对全文提问，而且它已经预设了很多问题，大部分情况下这些问题都问得很好，特别是一些晦涩难懂的文章或者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带着问题看文章，你会发现理解力瞬间飙升。阅读时你也可以随时划重点，还可以直接让 AI 帮你总结、翻译，甚至直接生成一段分享到社交媒体的文案，或者解释某段话的意思，并且这些回答都可以放在备注里和高亮部分一起保存。最后高亮出来的部分，如果我觉得有保存的必要，就会打上 Obsidian 的标签，这样它就会同步到我的 Obsidian 里存档。从收集、消化到存档，一个完美的知识闭环就形成了。上面就是我阅读的 SOP。我在试用了3天 Qbox 后，就果断订阅会员了。它的 AI 功能需要付费，但绝对物超所值。免费版功能有限，不过你可以免费试用订阅版14天。通过下面的链接，你和我都还可以额外获得7天的会员。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再决定要不要氪金。
聊到 AI， 大家最怕的是什么？不是它不回答，而是它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AI 的模型都会有数据库的时间限制，即使联网后，它也会受到一些虚假信息的影响，产生幻觉。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它只基于你给的资料来回答问题。没错，继干掉了 Chrome 和 Gmail 之后，今天我们迎来了谷歌家的新太子 Notebook LM。它的玩法其实很简单粗暴，你喂给它什么，它就只能消化什么。任何文字、音频、视频，你都可以扔给它。如果觉得材料不够，还能在探索里输入问题，让它自己去网上找食材，给你添砖加瓦。最关键的是，它只会基于这些你给定的文档进行回答，彻底杜绝了幻觉的问题，让你用得安心，睡得安稳。比如我之前做的 macOS 入门视频，把苹果官网所有教程都扔进去，然后直接问它某个功能的用法，它不仅能精准回答，还能给出原文的出处，这简直就是官方认证，童叟无欺。Notebook LM 还会自动生成这些材料的摘要、关键主题、思维导图等等，并且在每个回答里都能直接标注引用来源，方便你核实信息。这才是真正的有理有据。教程类的主题，你还可以通过常见问题解答功能，看看自己掌握的情况，简直就是自测小帮手。如果你懒得看，就让它生成播客，把一些比较抽象的内容通过两位主持人的对话说出来，会让你更好的理解。这简直就是懒人学习法的天花板。所以你看 Notebook LM 非常适合需要对某个领域深度研究的专业人士，拥有它你就拥有了自己的赛博图书馆。欢迎收听，这次我们来聊聊如果你是第一次用 Mac， 该怎么快速上手？特别是刚从 Windows 转过来的朋友，可能感觉哪人都不太一样。别担心，我们参考了苹果官方的一些资料，还有些用户的经验，帮你梳理了几个核心要点。在这个鼠标都要接入 AI 的时代，最宝贵的不是信息的广度，而是信息的可靠度。OK， 各位看官，不知道你们看完这4款 AI First 的 App， 会不会也想跟我喊出你的下一个 App 必须是 AI First？ 如果你觉得今天视频有点意思，或者想看更多更好玩的 App， 别忘了点赞、投币、转发，3连走起来！你们的鼓励就是我继续更新的动力。我是 Barry， 让我们下个视频见。